今年的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演讲的时候遭到枪击身亡，而凶手山上彻也当场遭到逮捕。究竟他为什么要杀害安倍晋三？这背后真的跟邪教有关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山上彻也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2个月前，安倍遇袭的新闻震惊了全世界。那虽然他在政治上面的表现评价有好有坏，但毫无疑问的，他是近年来少数非常积极表态挺台湾的政治元首，也是日本史上一任期最长的首相。所以事发之后，很多人关注的焦点都是这位叫做山上彻也的男子。根据当时的报道，他枪杀安倍晋三的动机是因为母亲长期迷信日本统一教。那这个统一教到底是什么？跟安倍晋三又有什么渊源呢？今天我们会从山上彻也开始，一步一步带大家来看看这些问题。不过开始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前阵子泰国大麻合法化的新闻在网络上面还有社群上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那这边要提醒大家哦，目前在台湾大麻还是违法的。依照成瘾性、滥用性与对社会危害的程度，现在台湾把毒品分为4级，其中大麻属于第2级毒品。就算在国外合法购买，但只要携带大麻或相关制品入境，一样都还是违法。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哦，光是持有大麻就可能会被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20万元以下罚金，而使用大麻则有可能被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毒品的相关法规或者知识，可以点击资讯栏连结上法务部的反毒大本营看看哦。山上彻也出生在1980年哦，是家中的2儿子。他的外祖父在经济起飞的年代开了建设公司，赚了非常多的钱，所以小时候呢，他们一家人都是过着不愁吃穿的生活。不过在山上彻也4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疑似因为压力太大，选择自杀结束生命。当时山上的妈妈必须要一个人照顾生重病的大儿子、年幼的山上彻也和刚出生的女儿。随着父亲的离世呢，他们家中的经济也开始遇到问题。在各种压力的环绕之下，山上的妈妈呢开始寻求这个统一教的精神慰藉。可是开始信奉宗教后的妈妈呢，不断的变卖家产，把钱奉献给统一教教会，导致原本就很艰辛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而母亲还有家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渐行渐远，而山上彻也的心中也就埋下了怨恨统一教的种子。根据报道呢，山上在中学的时候曾经加入过学校的应援团，为球队加油。当时的同学都觉得他是一个温柔而且非常上进的好朋友。但家里的问题其实一直都没有解决，经济的压力逼着他喘不过气。根据同事的说法在职场上，山上很少跟同事有任何的来往，除了必要的工作交流之外，他完全不会分享自己的个人生活，连午餐都会带到车上自己吃。而今年的4月呢，山上突然在派遣工作上请了病假，随即呢在5月的时候离职。后来大家也就自然没有继续的联系。那根据后来山上的自白他觉得家里面的穷困都是因为母亲信奉统一教的结果，所以他决定要向统一教报复，而且一直都在试图寻找时机下手。那么7月8日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2022年7月8日，距离国会大选只剩下2天，在日本当地时间的早上11点30分，安倍晋三来到了奈良市的街头演讲。他演讲开始不到3分钟左右，山上就从安倍的身后对他连开2枪，子弹打中安倍的左胸跟脖子。这虽然当下就立即的送往医院，但因为左侧动脉严重的损伤，失血过多，所以当天下午的5点左右，安倍晋三就宣告不治。而犯案的当下，山上也马上就被压制，警方也立刻展开调查。根据山上自己的说法呢，他原本是打算在前一天就带着手枪在冈山袭击安倍，但是呢，因为当时的演讲是在室内戒备森严，他只好放弃。而后来当他得知隔天的演讲是在奈良市的户外进行，他就决定提前1个半小时抵达现场，准备执行自己的自杀计划。那虽然从刚刚的自白来看山上彻也的计划好像不算特别缜密，但从事后的一些调查线索来说呢，这一次的自杀行动并不是偶然，他可能已经预谋很久了。案件发生之后，有报道指出，他在今年的春季呢，就曾经携带自制的枪支到山上试射，而他的邻居也说，从前一阵开始呢，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听到从山上房里呢传出蹦蹦蹦的敲打声。当时他们以为是在施工，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他在制作枪支的过程。而至于为什么山上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犯案，警方表示呢，山上说，因为到了7月底，他的钱就会用完，他想要在那个时候去死，而对他来说呢，刺杀安倍晋三就是一种自暴自弃的自杀行为。不过这边有个问题是，跟他母亲比较有关的明明是教会为什么最后矛头却是对准了安倍晋三呢？
事实上呢，山上也曾经想过要直接攻击教会。2019年，当他知道统一教的首领会到日本参加活动的时候，还有计划要使用燃烧弹来袭击，但最后因为他无法顺利的进入会场，所以放弃了这个计划。另外，之前山上也曾经寄信给另外一个批评统一教的部落客，说自己虽然很想要杀了统一教的创办家族，但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做不到。他认为统一教有许多的派系，就算他动手行凶也只是让其中一方得利而已，这并不符合他的目的。警方推测呢，山上之所以选择安倍，很可能呢是想要借着这起事件让社会集体的批判统一教，而且山上也深信呢，安倍晋三的家族还有安倍本人都是统一教的强力支持者，所以最后就决定对于安倍下手。但说了这么多，这个统一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宗教呢？统一教正式名称为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创始人文先明出生于1920年，他的家乡呢是现在北韩境内的平安北道。经历过日本统治以及韩战的文先明呢，1954年创立的统一教，自诩为弥赛亚，是上帝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世主。统一教主张家庭是核心价值，并且强烈的反对共产主义。统一教成立之后呢，信徒的数量呢增加的非常的快速。根据统计全世界至少有200万以上的信徒。早在1959年，统一教的日本分支日本统一教会就成立了。之前我们曾经在重信房子这一集介绍过，在当时的日本呢，无论是学运或是工人抗争运动都非常的蓬勃。时任的首相岸信介呢，因为担心共产主义会在日本国内扩张，所以把统一教视为推动反共思想的工具，跟教会的关系也很紧密。对了，顺带一提这个岸信介首相呢，就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除了日本以外，包含像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森雷根、老布希还有川普，甚至北韩的前领导人金日成，以及最近刚过世的前苏联戈巴契夫呢，都曾经跟文先明有过联系。换句话说，统一教的影响力呢，可能并不仅限在日韩或者亚洲地区而已。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呢，统一教有非常多的争议跟问题。第一个最常被讨论到的呢，就是配婚制度。教会呢会为信众指派另外一半，和其他教徒一同在祝福的典礼当中进行集体婚姻。而第二个呢，也跟山上彻也比较有关的，就是关于捐款的争议。根据日本分部会长的说明呢，教会并没有强迫信徒去做任何违反意愿的行为。不过，日本长期对抗新兴宗教的全国灵感商法对策律师联络会呢，却反驳说，统一教会用一些让当事人恐慌和不安的不当手段劝教徒捐款。例如呢，教会就曾经对一个信徒说，如果你不正视问题，那你的祖先们就会在地狱中受苦。所以这个信徒呢，就买了一个300万日元的这个水晶改运。而接着呢，教会又不断以改变人生免除子孙灾厄的理由，持续要求教徒来捐献。联合会表示，截至去年年底，他们在35年间已经受理了至少34000多件跟统一教有关案件，受害的金额累计了超过1237亿日元，将近于台币269亿。而在这一次的案件发生之后呢，日本的统一教会也有对外发表声明，他们证实山上的母亲确实是统一教教徒，每个月会参加一次教会的活动。同时，他们也表示不认同暴行的行为，会全力的配合警方调查。而山上的母亲表示呢，对于儿子引发重大事件深感抱歉，这是他的疏忽。不过，他同时也表达自己想要继续信教。另外呢，由于现任首相岸田文雄的自民党过去跟统一教关系密切所以在案件发生之后呢，他也想要透过改组内阁来提升民众对于政府的好感度。不过根据调查呢，有将近90%的受访者都认为，自民党和他们的议员呢，还是没有诚实的跟大众说明他们跟统一教的关系。目前山上已经被关押起来，并从7月25日开始接受精神评估，直到11月29日，到时候呢，评估的结果可能会决定他是否会因为枪击案而被起诉。在追踪安倍晋三的后续报道时，我们意外得知了凶手山上彻也的故事。而我们注意到，少年时期的山上彻也其实给人的印象非常不错，但后来却因为家境的关系无法继续升学。当他多次跟母亲表达不满的时候，双方的嫌隙并没有顺利的解决。而我们在看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想，如果他们的亲子关系没有那么差，又或者如果是统一教争议能够早一点点的被社会大众看见，是不是有可能他就不会选择走上这样的路呢？当然，我们制作这一集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合理化山上彻也的犯罪，一方面是呢，我们并不认同他最后的选择，而另外一方面是他实际犯案动机究竟是什么，我们恐怕也很难真的完全掌握。但我们知道，每个事件发生的背后一定有它的脉络，而大部分的社会议题之所以会成为社会议题，往往都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互相交错而来的结果。今天我们聚焦的主要还是偏向他的家庭和宗教的部分。如果知道更多细节资讯的观众朋友呢，也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还有讨论哦。好的，那最后想来问大家，如果后续我们要继
基于制作相关的影片，大家对哪一个部分会比较有兴趣呢 ？A. 日本政府跟统一教的关系 ；B. 日本的邪教相关争议事件 ；C. 山上彻也后续的司法审判 ；D. 还好都没有特别的兴趣。依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山上彻也为什么要杀害安倍晋三。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恐宫女帝重信房子以及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那么今天的志祺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